外的话，巨脊龙就是魔物猎人，荒野的最后一只魔物。当初在发布巨脊龙的更新情报时，我就觉得很失望了，因为在狩猎这种超大型魔物时，基本上只要靠走位就可以避开大部分的攻击，并没有什么炫技的空间。虽然魔物猎人系列游戏一直都是包含多元化玩法的趣味游戏，但是这次巨脊龙是偏向趣味的玩法，不管是慢吞吞的搬运炮弹、打保龄球，还是在地上捡子弹，都像在玩小学生的趣味竞赛一样。对于喜欢动作游戏玩法的我来说，完全感受不到乐趣，只能当成是收集素材的一项例行工作。抱怨完了，接下来要开始介绍讨伐巨脊龙的注意事项。首先是要了解巨脊龙的肉质，之前介绍星眼时已经提过，游戏内的这图表是不准确的。目前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份玩家自制的图表。狩猎巨脊龙共分为3个阶段，前2个阶段里，巨脊龙身上的油污是固体状态，用火属性武器攻击可以让油污变成液体状态，过一段时间又会转回固体状态，而到第3阶段会全部变成气体状态。巨脊龙的肉质会随着油污的状态而改变。在固态下，虽然攻击头部跟翼爪都是黄色数字，但实际上都是让星眼有效的坚硬部位，而尾巴不管是固态还是液态，都是坚硬部位。游戏说明虽然建议在液态时改用龙属性武器，但嫌麻烦的玩家也可以只用火属性武器继续攻击。到第3阶段转为气态时，龙属性伤害会变大，就需要换成龙属性武器。接下来是介绍我的装备配置，用双剑综合主题装来修改。狩猎巨脊龙的时间比较长，而且主要以走位为主，所以把巧击全部换成力量解放。火属性武器搭配星眼，龙属性武器则是搭配超彗星。因为有部分时间都是在走位，所以用利刃复合珠会比钢刃珠更好。接下来介绍各阶段的走位跟打法。对双剑这种近战武器来说，可以选择攻击翼爪或是尾巴。攻击翼爪的话，应该站在巨脊龙的斜前方位置，这时玩家需要应付比较多的攻击。这是整个身体下压的攻击，全身都有攻击判定。前脚会先攻击，之后才是翼爪。一开始站的位置比较远的话，可以在看到前脚着地时，再往后进行闪避，这是很容易触发鬼人闪身状态的攻击。这种喷出油污的横扫攻击也是很容易触发鬼人闪身状态的攻击。尾巴在固态跟液态都是坚硬部位，装备星眼的玩家也可以选择攻击尾巴。巨脊龙身体后半段的下方就是安全区，玩家在这区域可以避开大部分的攻击。唯一要注意的是甩尾攻击，这也是触发鬼人闪身状态的机会。第1阶段场地的中间上方有落石可以利用。第1阶段结束时，巨脊龙会开始喷火，场景会出现熔岩，需要往高台移动。高台的中间上方有落石可以利用。
在第2阶段时，玩家可以站在一爪旁边攻击，只要一爪离开地面，就要开始移动来避开攻击。如果遇到无法避开的攻击，可以直接跳下高台。高台这边有3个石头可以丢过去攻击，另一边也有陷阱可以用来让巨脊龙倒地。当巨脊龙倒地时，攻击背部可以打落破龙炮。看到破龙炮掉落，就要马上去搬最近的线。NPC 会帮忙搬第2条线，玩家会需要自己去搬第3条线。靠近破龙炮侧面可以调整破龙炮的角度。3条线都接上后，等一小段时间就可以充能100%，这时发射就可以打出最大伤害。通常这样就可以进到第3阶段了。到第3阶段的地点过程中，可以趁机采集破龙桶。到达第3阶段的地点后，可以先回去补充道具。在第3阶段需要注意 NPC 说的话。看到 NPC 说这句话后，表示巨脊龙会飞上去开始扫射。玩家先在原地等地面第1个熔浆爆炸，然后就可以到这位置，并往上攻击。再来就是远离巨脊龙，来降低画面仰角，这样才能在射击过程中注意到地面的爆炸。有破龙桶可以使用的话，就尽量使用破龙桶。使用时要先压住，进行蓄力后再发射。没有破龙桶的话，也可以靠近直接攻击垂下来的尾巴。远距离看到巨脊龙喷火时，最好先离开坐骑，并进行闪避。第3阶段的两边都有落石可以利用。当巨脊龙着地后，建议攻击尾巴，跟第1阶段一样，可以避开大部分攻击。看到 NPC 说攻击的时机，表示巨脊龙要发出一击必杀的大招，这时需要集中攻击尾巴。只要看到 NPC 说力量已经被抑制，就可以观察法比乌斯的动向，再躲到法比乌斯后面。玩家可以趁机磨刀跟使用强化道具。平时只要看到 NPC 说力量已经被抑制，就表示下一次的大招是可以成功抵挡了。如果第一次大招没成功抑制住，可以逃到高台上躲避。
但高台会在第一次大招后就被摧毁。以上就是巨脊龙的注意事项，依照这些事项进行正确的走位，就可以顺利讨伐巨脊龙。